我是吃社区百家饭长大的，发财后每年5·1都会贴钱组织医院上门给社区的老人体检。今年体检时，平日里相熟的王阿婆质问我：“小张啊，人家别处都送米面油，你这儿怎么不送？是不是你从中昧了我们的钱？”其他邻居见状纷纷附和王阿婆，却全然不顾我是贴钱给他们订的全方位高端体检。看着他们为了点小便宜跟我撕破脸，我笑了。那我干脆不接待了。5·1那天烈日当空，体检处临时安置在了物业大厅。在我正拍摄时，已经连续体检了2年的王阿婆找到了我。小张啊，我有个亲戚说他在这家私立医院体检，还送米面油呢。其实这个问题从第1年开始我就跟小区里的老人们解释过，所以我只当是王阿婆忘记了。于是我耐心地跟她解释：“王阿婆，我给你们选的套餐是最顶格的，而且你说的400的套餐是入职体检套餐，对老人家来讲就不够细致了。而且咱们可是比您亲戚做的套餐多出5项精密仪器的检查。再者说，咱这是上门服务，这么多仪器搬来搬去也是开销。当然还有一点我没告诉过他们，那就是节假日我能请来这一批私立医院的医疗团队，花费的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。所以这3年来我等同于在贴钱做慈善了。可王阿婆却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。哎呀，医院都是变着法儿挣钱的，多几项检查跟没有似的。小张啊，你跟医院商量商量，能不能也送些米面油啊？”我顿感无语，见过跟小摊小门店讨价还价的，我还真没见过跟医院讨价的。阿婆，这服务都是签过合同的，临时改不了的。这时，一旁几个和王阿婆关系好的看见这边动静也都过来了。王阿婆见有人给她撑腰，干脆直接撕破脸：“我不管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都是你先收钱，再打给医院账户的。说，是不是你把我们的钱给昧了？”他的话像是一道平底惊雷，引得一旁排队的老人纷纷涌了过来。其实有些老人早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但他们似乎也知道我给他们订的套餐已经很划算了，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过来一起发难。但现在眼见有人带头起哄，所以还是有人秉承着有便宜就占的心理围了过来。看着这些平日关系还过得去的街坊邻居，如今为了点不到100块钱的米面油，就全然忘了我的付出，我心中不免有些悲凉。我本是草根起家，前几年碰到自媒体风口发了财，就想着做些回馈社会的事情，没想到今年却出了这档子事。我压着性子，公事公办地看着王阿婆开口：“你要是非要对标那边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改，但我要提醒你，我好心做好事，违约金我可以自掏腰包，但是医院是拿钱办事，我不再补贴。你们要求发放米面油，就只能做入职套餐了。”然而我这么一说，不光王阿婆，周围来看热闹的老人也都不乐意了。所有不明真相的老人都开始对着我指指点点。王阿婆见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，当即更加嚣张了：“反正我们还没付钱，大不了不做了。倒是你，等着赔违约金吧。”在我一旁还没来得及开直播的助理小刘，听见王阿婆这么不讲道理，当即不乐意了：“你还讲不讲理了？我老大这3年都是自掏腰包补贴着你们的体检费的，400块，私立医院的高端体检，还是在节假日这么难约的时间，简直是为老不尊。”助理年轻气盛，说话直。王阿婆看这个年轻人跟自己说话这么不客气，当即就要带着她的姐妹闺蜜教训小刘。我连忙制止了他们，对着周围的老人们客气地说：“今天现场刚布置好，大家不满意的可以退出，而且已经交过钱的，我也全额给退。”见我低头，王阿婆拉着她的几个姐妹在老人堆里传言：“这小张真以为我们老人什么都不懂。我孙子都跟我说了，他摆弄着那破手机拍拍咱们就能挣老鼻子钱了。咱们问他要点福利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家都先不掏钱，用不了多久他就得求着我们回去。”他们的心思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后，我就拨通了牛主任的电话。牛主任是隔壁街道办的，前2年我刚开始组织体检活动的时候，他就打电话问过我能不能趁着医护人员上门，给他们社区的老人也体检一下。但当时我也是刚开始组织这种活动，又涉及到这么多老人，我就没敢轻易答应。而且最主要的也是条件确实不允许，公立的不好约，私立的又太贵。我本来就是亏本做慈善的，再来一个社区我可兜不住。牛主任对此一直觉得遗憾，经常跟我念叨，怎么他们社区就没有像我这样的有志青年。他还说现在的社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。我不置可否，只是答应他以后有能力一定先想到他们呢。思绪拉回眼前，电话接通了，我开门见山：“牛主任，您不是一直想着给你们社区的老人也来一次全面体检吗？今年找到合适的去处了吗？”
电话那头的牛主任一听这个问题，头立马就大了。别提了，小张，这价钱是个大问题呀。尽管我给老人家们安排了最具性价比的体检，但那高额的费用还是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。你也知道，老一辈的观念那是……不说了，今年还没找到满意的地方呢。了解到他那边的情况后，我告诉他，我这儿有名额，而且还是我之前给您提到过的那个套餐，400块的价钱。您看要带着老人家们过来吗？真的吗，小张？我这边321个老人，你等着，我马上给你定金。牛主任的热情顿时让我不知所措。我带着歉意开口：牛主任，只是变动仓促，医护人员都在这边等着了，还得麻烦你自己找大巴车过来了。放心吧，小张，大巴车我早就候着了，10点之前我们就陆陆续续过去了，还得麻烦你准备好接待一下啊。我满口答应，然后就挂了电话去准备接待事宜。回到物业大厅，小刘已经给交过钱的老人办了退费。有的老人本就是家里儿女催着体检的，对此并不是很上心。眼看今天体检不成，就纷纷回家了。只有王阿婆和一些占便宜没够的人留了下来，等着看我笑话。这时，我收到了牛主任那边发来的定金，看着那些老神在在的老人，我心中暗笑。那就看看谁才是笑话。我全然不顾他们在大厅里坐着，正准备着接待隔壁社区的老人事宜。王阿婆见我在忙里忙外，阴阳怪气的开口：行了，小张，都没几个人了，你做给谁看呢？我冲他露出了个职业假笑，但并没有开口搭理他，就自顾着忙去了。见我没了往日尊敬的态度，他气得在那儿跟他的伙伴小声嘀咕：哼，天天不务正业，弄个手机拍来拍去，我都听我孙子说了，他每年5·1拍咱们老多人看了，那指定挣老犊子钱了。咱们没问他要工资，都够照顾他了，让他发个福利还推3阻4，待会儿看他怎么收场。不久来了个中年人，我其实不认识他，但他却是跟我很熟的样子。看见我，他眼睛一亮：小张啊，听我爸说今天不体检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下我知道了，这多半是家里老人对体检也不上心，回到家后也没跟他说清楚。于是我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。我刚说完，他就一脸鄙夷的看着王阿婆，但碍于尊老爱幼，他还是忍住没声讨王阿婆，只是拉着我直接给我转了400的体检费，告诉我下午他亲自拉着他爸过来，让我务必给他爸做体检。我收下了，但还是遗憾的告诉他，今天下午肯定是不行了，已经有100来号人预约了，明天你再带着叔叔过来吧。他一口答应，表示明天就明天。王阿婆在那边坐着，虽然没听清我们说了什么，但还是看到了他给我转账的动作。于是王阿婆站起身，愤愤地说道：你傻了不是？你知不知道他天天摆弄那个破手机能挣多少钱？我给街坊邻居谋福利，你还上赶着给他送钱。那中年人被他骂得面红耳赤，憋了半天说了一声粗鄙后便悻悻离去。王阿婆见那人争辩不过他，越发觉得自己有理。小张啊，你保留原本的服务，再发点米面油不就成了？非得弄得现在的下场，没人来体检，你不光要赔违约金，还有你那啥短视频也别想挣1分钱。当他还在喋喋不休时，物业大厅外传来了一道重劲十足的声音：牛主任，你说的慈善体检就是这儿吧？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就看见牛主任带着一群老人过来了。那些老人衣着整齐，看着就很谦和。牛主任走在最前面，笑着朝我过来，他身后还跟着几辆大巴，全是医疗物资。医护人员正忙着从车上搬仪器，看着挺有条理。牛主任一进门就快步过来，一把握住我的手，脸上全是感激。小张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社区这300多个老人今年的体检又要拖下去了。我笑着回握他的手，朝医护人员摆了摆手，让他们快点布置。说白了，我也没做啥，就是尽点绵薄之力，能帮到老人们就好。我就这么跟牛主任说了句。旁边的王阿婆脸色一下子就铁青了，刚才那股子嚣张劲儿瞬间就僵在脸上，眼睛死死盯着牛主任带来的那群人，又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不服气。小张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这一喊，直接盖过了大厅里的嘈杂声。正在忙碌的医护人员，还有牛主任带来的老人，全都停下了动作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。我皱了皱眉，看着他这蛮不讲理的样子，心里啥波澜都没有，就安安静静地看着他，等着他接着说。王阿婆见所有人都看着他，估计是觉得自己站立，腰杆挺得更直了，声音又提高了几分。他说：“我们是本社区的街坊邻居，跟我相处这么多年，我天天排他们，借着他们涨粉丝，挣大钱。现在倒好，不给他们体检，反倒把名额给外人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牛主任带来的老人。这些外人
跟你非亲非故，你倒巴巴的凑上去讨好。我们这些看着你长大，平日里对你多有照顾的老人，你却弃之不顾。你不是狼心狗肺是什么？跟王阿婆一伙的那几个老人见他带头发难，也都纷纷站起来围过来，跟着一起骂我，场面一下子就乱了，根本就是故意来闹事儿的。张阿婆跟着附和，就是小张，你太没良心了。我们陪着你拍视频，帮你涨人气，你倒好，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把我们抛到一边了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不得好死！我看你就是被钱迷了心窍。鱼死网破！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心里最后一丝愧疚瞬间就没了。当初我好心贴钱给他们做体检，不求他们感恩，可他们倒好得寸进尺，颠倒黑白，还在这里撒泼辱骂，真的寒透了我的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体检名额我已经让给隔壁社区的老人们了。你们不愿意做400块钱的顶格体检，我也给你们退了钱。你们现在再在这里闹也没用。我还跟他们说不会降价，也不会再给他们做体检，愿意闹就闹。我奉陪到底，大不了今天不接待，只是闹到最后，丢人的是他们自己。王阿婆见我态度这么坚决，半点不妥协，气得直接跳了起来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小张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闹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真面目。”骂完，他还指挥身边的老人，让他们都闹起来，把仪器挡着，不让别人体检，想让我知道他们的厉害。那群老人立马就行动了，有的坐在体检仪器上，有的堵着门口，还有人故意打翻旁边的水杯，嘴里还不停地骂我，骂小刘，连牛主任带来的老人也没能幸免。牛主任带来的那些老人脸上都透着为难，有几个甚至想打退堂鼓，小声跟牛主任说：“要不还是回去吧，别为难我，也别跟这些人一般见识。”牛主任皱着眉跟身边的老人说：“我是个好人，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不然太对不起我。他再去说说，实在不行就报警。”说着，他又上前劝王阿婆他们，可王阿婆根本油盐不进，反而骂得更凶，还说牛主任跟我串通一气，想挣老人们的黑心钱。我看着眼前这乱糟糟的场面，拿出手机先打了物业的电话，
话，让他们来维持秩序。接着又拨了报警电话，要是他们还不肯讲道理，那就只能让警察来处理了。王阿婆见我报警，半点没怕，反而更嚣张了。报警是吧？你以为我怕吗？我告诉你，警察来了也没用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做体检，不然我们就跟你耗到底。没一会儿，物业的人就来了，试着劝他们离开，可他们根本不听，依旧在大厅里撒泼打滚，骂个不停，甚至还推搡物业的人。又过了几分钟，警察也来了，2名民警走进大厅，看到这混乱的样子，皱了皱眉，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吵？王阿婆一见警察，立马换了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，你快帮帮我们吧！这个小张太没良心了。他一边哭一边颠倒黑白，说我每年借着老人们拍视频挣大钱，今年组织体检收400块，别人那里一样是400块，还送米面油。他让我降价，我不肯，还不给他们体检，把名额给了外人。我们跟他理论，他还让他的助理骂我们，还想动手打我们。警察同志，你快给我们做主啊，惩治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他就这么哭着，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，跟他一伙的老人也跟着附和，对着民警哭诉，说我怎么欺负他们，怎么没良心。民警听完王阿婆他们的哭诉，没立马下结论，转头就问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让我说说具体情况。我点了点头，掏出手机，翻出之前给老人们解释体检套餐的录音，还有退费记录，贴钱给他们做体检的转账记录，一起递给民警。我语气诚恳地告诉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我跟民警解释，我给他们订的是400块的顶格体检套餐，全是精密仪器检查。说白了，他们说的400块套餐是入职体检，根本不适合老人。而且这3年我一直自掏腰包补贴体检费，就今年就贴了几万。他们不满意价格，让我降价，还污蔑我没钱。我提出换成300块的套餐，他们又不愿意，非要顶格套餐按400块收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开始撒泼打滚，骂我和助理，还赌着不让隔壁社区的老人体检。这时候小刘也上前，把刚才王阿婆他们辱骂推搡我们的事跟民警说了，还拿出手机里拍的视频当证据。牛主任也过来了，对着民警作证，说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还说我是好心人，给社区老人找体检名额，特意安排顶格套餐，价格也实惠。刚才这些老人确实在这里撒泼打滚，辱骂小张，还推搡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小张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报警的。民警听完我们的话，又看了看证据，脸色一下子就严肃了，转头对着王阿婆他们，语气特别严厉：你们刚才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公共秩序，还辱骂他人，属于违法行为，现在立刻停止你们的行为，赶紧离开这里。见众全是怨恨和不甘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小刘也松了口气，跟我说老大终于把他们赶走了，说这些人太蛮不讲理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牛主任也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我说我别往心里去，这些人就是太贪心，不懂感恩，还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他们都很感激。跟着牛主任来的老人们也纷纷谢我，说要不是我，他们今天没法体检，说我是好心人。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让大家别客气，能帮到他们我就很开心。让大家赶紧开始体检，别耽误时间。医护人员立马重新投入工作，有条不紊地给隔壁社区的老人登记、测血压、做彩超。物业大厅又恢复了忙碌又有序的样子。牛主任在一旁忙前忙后，一会儿引导老人，一会儿倒热水，脸上一直挂着感激的笑，时不时还过来跟我说几句谢谢。我和小刘也没闲着，帮着医护人员维持秩序，解答老人们的疑问。看着老人们满意的笑容，刚才被王阿婆他们辱骂的委屈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其实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什么回报，就是想尽自己一份力，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至于王阿婆他们的指责辱骂，根本没必要放在心上。体检一直持续到下午，300多个老人一个个有序完成了所有项目。临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连连跟我道谢，有的老人还特意给我塞了自家种的水果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牛主任握着我的手，又郑重地谢我，说我今天帮了他们社区一个大忙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，让我尽管开口，他们一定尽力。我笑着跟牛主任说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以后有机会还会尽我所能帮更多老人做实事。送走牛主任和最后一批老人，我跟小刘就开始收拾物业大厅，满地都是杂物，医护人员看着疲惫，但脸上都带着满足，我心里也满满的成就感。小刘一边收拾一边跟我说，今天虽说受了委屈，但看到老人们顺利体检也值了。就是可惜咱们社区的那些老人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。我笑了笑，跟他说错过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我已经给过机会了，是他们不懂得珍惜，怨不得别人，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收拾完大厅，天已经擦黑了，我和小刘各自回家休息。当时我还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王阿婆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善罢甘休。晚上我刚洗漱完，准备上床休息，手机就一个劲儿的响，全是粉丝发的私信，还有评论区的消息提醒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当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赶紧打开手机，点进我的自媒体账号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我愣住了。我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全被密密麻麻的恶评刷屏了，说白了，那些恶评清一色都是骂我的，说我忘恩负义、昧良心，还有的说我借着老人敛财挣黑心钱。更可气的是，有人说我故意刁难社区老人，把体检名额卖给外人，甚至还有人编瞎话，说我收了隔壁社区的好处，故意针对本社区的老人。我一条条往下翻，越看越气。这些评论一看就是王阿婆和她身边那群老人发的，还有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被他们带偏了，也跟着一起骂我、诋毁我。其中王阿婆的账号最活跃，她连发了好几条评论，每条都满是其今天在物业大厅拍，故意把我和民警说养活的画嘛拍得模模糊糊，还配文说黑心博主小张勾结民警欺压社区老人，天理难容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自己还发了一条短视频，视频里他还是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对着镜头哭哭啼啼，颠倒黑白的说今天的事，把自己塑造成被欺压的老人，把我说成忘恩负义、挣黑心钱的博主。他还特意截了我和小刘跟他争辩的片段，故意剪掉他辱骂我们、推搡我们的画面，只留我们反驳的部分，就是想误导网友，让大家以为是我们在欺负他。那条短视频发出去还不到1个小时，就有几百条评论、几十次转发，大部分网友都被他的演技骗了，纷纷在评论区骂我，还有人艾特当地媒体要求曝光我、惩治我这个黑心博主。跟王阿婆一伙的张阿婆、李阿公他们也都转发了这条视频，还在自己账号上发类似的内容，一起诋毁我、抹黑我。一时间，我的自媒体账号彻底被恶评和负面消息淹没了。还有些本社区的老人虽说没跟着王阿婆一起闹，但也被误导了，在评论区留言说我做得太过分，不该把体检名额让给外人，对不起老邻居。看着这些满是恶意的评论和短视频，我心里又气又觉得可笑。王阿婆他们自己不珍惜机会，还想靠这种卑劣手段毁我的名声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没多久，小刘也给我发来了消息，语气急得不行。老大，你快看咱们的账号被王阿婆他们刷屏了，全是恶评，还有人发短视频诋毁你，怎么办啊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回复小刘，别着急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们编瞎话诋毁我，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。我们现在不用跟他们争辩，先收集证据，等着真相大白的那天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开始整理今天的证据，民警的笔录、退费记录、我贴钱的转账记录，还有王阿婆他们辱骂我们的录音和视频，以及医护人员、刘主任和隔壁社区老人的证词，我都一一整理好，保存了下来。我心里清楚，现在跟王阿婆他们争辩，只会让事情更糟。他们就是想激怒我，让我做冲动的事，然后抓住我的把柄，进一步诋毁我。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晚上10点多，我的账号粉丝开始波动，有些不明真相的粉丝看到负面消息后，纷纷取消了关注，还有些粉丝在评论区帮我辩解，却被王阿婆他们辱骂、攻击，说他们是我花钱雇的水军。王阿婆似乎还不满足，竟然给我发了私信，私信里全是不堪入耳的辱骂，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道歉，不答应给他们做300块钱的顶格体检，他们就一直发恶评、发短视频，让我身败名裂，让我的自媒体账号彻底做不下去。我看着那条私信，嘴角直接勾起一抹冷笑。说白了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。王阿婆他们那点威胁根本没让我妥协，反倒让我更坚定了，我不道歉，更不会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，总得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该有的代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得挺早，刚打开手机，心就沉了一下。负面消息比前一天多了不止一点，王阿婆他们竟然联系了当地几个自媒体博主，让人家帮忙转发
发诋毁我的内容，还编了些更离谱的谣言，说我每年靠拍老人视频挣几百万，却连300块钱的体检都不肯给老人做，骂我心狠手辣、忘恩负义，纯属胡扯。还有些不明真相的媒体看到这些消息连核实都不核实，就发了相关报道，虽然没直接点名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字里行间都在暗示我就是那个黑心博主。一时间我算是彻底陷入舆论漩涡里了。小区里的街坊邻居好多也看到了这些消息，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，有的看到我就躲着走，跟见了瘟神似的，有的则在背后偷偷议论，说我挣了钱就忘本，对不起老邻居们。有一次我去小区超市买东西，刚好碰到了张阿婆，她一看见我，立马就对着周围的人指指点点，语气尖酸刻薄的不行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咱们小区那个忘恩负义的小张，借着我们老人涨粉丝挣大钱，现在连体检都不给我们做，还污蔑我们撒泼打滚，真是太没良心了。周围的人瞬间都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有的同情地看着张阿婆，有的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还有人在旁边小声嘀咕。我没理他们，付了钱转身就走。当时我就清楚，现在说什么都多余，只有拿出实打实的证据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回到家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律师，把王阿婆他们诋毁我、编谣言的所有证据都发给了他。我让他帮我起诉王阿婆他们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，要求他们公开道歉，删掉所有诋毁我的内容，还要赔偿我的名誉损失。律师看完证据后给我回了话：小张，你放心，这些证据很充分，王阿婆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诽谤罪，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，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有了律师这句话，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牛主任也看到了网上的负面消息，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说要帮我澄清。小张，你别担心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我现在就组织我们社区的老人一起给你作证，我们还会发短视频、发评论，帮你澄清真相，不能让你被这些人污蔑。我心里一下子就暖了，对着电话跟他说：牛主任，太谢谢你了，麻烦你和老人们了。挂了电话没一会儿，我就刷到了牛主任发的短视频。视频里，牛主任带着10几个隔壁社区的老人，对着镜头讲了今天体检的真相，还展示了我贴钱给他们做体检的证据，连王阿婆他们撒泼打滚、辱骂我们的片段都放出来了。其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对着镜头说的特别实在：我是隔壁社区的，昨天多亏了小张，我们才能做上这么全面的体检。小张是个好心人，自掏腰包给我们补贴体检费，那些说他挣黑心钱的都是谣言，我们可以作证。还有几位老人也跟着对着镜头作证，说了王阿婆他们的蛮横劲儿，还拿出当时拍的照片和视频，证明王阿婆他们就是在颠倒黑白，恶意诋毁我。牛主任这条短视频发出去没多久就火了，不到2个小时就有几千条评论、几百次转发。很多网友看了视频才知道自己被王阿婆他们骗了，纷纷过来给我道歉。对不起小张，我不该没有核实就辱骂你，是我太冲动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还有人说原来真相是这样，骂王阿婆他们太过分，编造谣言诋毁好心人。也有人心疼我，说我自掏腰包帮老人做体检，还被这么污蔑，支持我追究那些人的责任。评论区的风向一下子就反转了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帮我辩解，骂王阿婆他们。之前取消关注我的粉丝也有不少重新关注我，发私信跟我道歉，给我支持。小刘也发了一条短视频，里面放了我这3年来自掏腰包给本社区老人补贴体检费的转账记录、退费记录，还有王阿婆他们辱骂我们的录音和视频，进一步把真相说清楚了。与此同时，之前发不实报道的那些媒体也纷纷发了澄清声明，向我道歉，删掉了之前的不实报道，避免更多人被误导。王阿婆他们看到网上风向变了，越来越多人指责他们，估计是慌了神，他们纷纷删掉了自己发的恶评和短视频，还把账号给隐藏了，再也不敢露面了。网上的风波慢慢平息下来，那些凭空捏造的谣言全都被一条条戳穿。我的账号不仅恢复了原本的热度，反倒因为这场无妄之灾，多了一大批真心认可我、愿意站出来支持我的粉丝。说白了，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为人善良有底线，面对恶意污蔑始终不卑不亢，做事分寸感十足。我原本以为王阿婆一行人删掉视频、隐藏账号这件事就算彻底翻篇了，他们本该收敛心思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可我万万没料到，这件事的后续远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。风波平息后的第3天下午，我正待在家里，手里整理着这几年牵头组织公益体检的各类资料，打算把这些经历做成短视频，一来记录自己做慈善的点滴，二来也想提醒所有人，善良一定要带锋芒，别让自己的好心白白被人辜负。就在我忙着整理资料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的是小区居委会的李主任，听语气满是无奈，还带着几分歉意。我放下手里的文件，语气放平，耐心等着对方开口。小张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有
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简单回应过后，李主任缓缓道出缘由。网上澄清视频传开，真相大白，王阿婆、张阿婆，还有李阿公几家的子女，全都主动跑到了居委会，一个个满心愧疚，打算带着自家老人亲自上门给我道歉。听完这些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既不意外，也谈不上半点欣慰。只是淡淡应了一声，示意他继续往下说。可这帮老人的性子，一看就是死要面子的类型，打心底里不肯低头认错。子女们好言相劝，磨破了嘴皮，依旧没用。不少老人还在家大发脾气，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做错，是被我们联手冤枉的。几家内部闹得鸡飞狗跳，子女埋怨长辈做事过分，丢尽脸面；老人固执己见，不肯服软，动辄摔东西，闹绝食。居委会的人轮番上门调解，忙活了半天，半点效果都没有。李主任也是实在没办法，才硬着头皮找上我。毕竟整件事的起因在我，我又是实打实的受害者。他希望我能出面帮忙调解几句，哪怕只是安抚一下双方情绪，不让家庭矛盾继续恶化也好。我沉默了好几秒，说实话，打心底里不想掺和这件事。当初这帮老人联手污蔑我，恶意诋毁我，甚至在物业大厅撒泼打滚，当众辱骂我和助理。我没有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，就已经足够仁至义尽。如今还要我去插手他们的家庭纠纷，换谁心里都会不情愿。但转念一想，李主任平日里确实帮过我不少忙，而且几家的子女都是无辜的，从头到尾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只是不想被长辈的糊涂拖累的全家不得安宁。思虑再三，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我明确跟李主任说，可以过去看看，但没法保证一定能调解成功。我不会勉强这帮老人低头认错，顶多开导几句，宽慰一下被夹在中间的子女。李主任瞬间松了口气，言语里满是感激，让我方便的话直接去居委会就行。挂掉电话，我简单收拾了一番，便动身往居委会走。路上碰到不少小区邻居，所有人都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语气里带着愧疚，还有藏不住的敬佩。不少人特地跟我道歉，说之前被误导，错怪了我。我只是笑着摇头示意没关系。我心里很明白，大家当初只是被刻意误导，如今真相大白，误会解开，就没必要揪着过往不放。刚走到居委会门口，里面杂乱的争吵声就清晰传了出来，老人的怒骂，子女的劝说，工作人员的调解交织在一起，不用进门都能感受到里面紧绷又混乱的氛围。推门走进去的那一刻，所有争吵瞬间停下，一屋子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，愧疚、尴尬、愤怒，还有一丝怯生生的害怕，全都写在脸上。我扫了一圈在场的人，王阿婆几人缩在角落，脸色铁青，满脸不服气。他们的子女站在一旁，满脸疲惫与愧疚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则满眼期盼地望着我。王阿婆看见我，眼神瞬间变得尖锐凌厉，明明憋着一肚子难听的话，却被身旁的儿子及时拉住，最后只能死死瞪着我，依旧是那副蛮不讲理的模样。张阿婆和李阿公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刻意低头避开我的视线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，无非就是抱怨子女多管闲事，埋怨我多此一举。这时，王阿婆的儿子率先走上前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他态度格外诚恳，代替自己的母亲为之前所有的污蔑和刁难，郑重向我致歉。说完，他急忙拉扯着自家母亲，迫切让他低头认错。王阿婆猛地甩开儿子的手，怒气冲冲地嘶吼出声：“我没错，我凭什么道歉？”在他的认知里，是我借着老人博取流量挣钱，不肯给特殊低价体检名额，一切错处全都在我身上。他的儿子急得满头大汗，急忙开口反驳，把体检补贴、项目区别、上门服务这些真相一一讲清。奈何老人完全听不进去，一味执着于别家赠送米面油，固执地认定我定价偏高就是在赚黑心钱。母子二人当场争执不休，越吵越凶，到最后王阿婆直接哭闹起来，一边哭一边指责儿子不孝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偏袒外人。另一边，张阿婆母女也爆发了争吵，女儿满心愧疚跟我道歉，耐着性子劝说自家母亲，可张阿婆油盐不进，始终觉得我忘恩负义，靠着老人涨粉走红，如今就翻脸不认人。任凭女儿细数我平日里的帮扶与善意，她全都视而不见，甚至情绪激动之下做出撞墙的过激举动，好在被女儿及时拦下，母女俩抱在一起崩溃落泪。李阿公那边的情况基本一模一样，儿子儿媳轮番耐心劝说，摆事实讲道理，拿出转账记录、证词笔录种种证据，可他一概不信，固执的觉得一切都是我刻意伪造的圈套，认定我做公益只是炒作博眼球，从头到尾都藏着猫腻。好好的居委会硬生生变成了闹剧现场，工作人员束手无策，子女们身心俱疲，整个场面彻底陷入僵局，谁都没办法打破。李主任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跟我说明情况，几番调解无果，只能寄希望于我出面缓和局面。我轻轻点头，视线避开那几位固执的老人，径直走到一众子女身旁。我很清楚他们的为难与愧疚，整件事从头到尾他们本就没有任何过错，
无非是长辈年纪大了，思想固执，又贪图小利，一时被私心蒙蔽，才做出伤人伤己的糊涂事。王阿婆的儿子再度红了眼眶，反复跟我道歉。我淡淡笑了笑，摇着头宽慰对方。过往的纷争我早已放下，从来没有怪罪无辜的家属，没必要强迫好面子的老人当众认错，强行逼迫只会激化矛盾。他们能看清真相，心怀愧疚就已经足够了。我慢慢安抚着所有人，劝他们多一点耐心，慢慢疏导长辈。就算最后依旧无法改变老人的想法，也不必内耗自责。同时明确表态，这件事我不会再追究，只希望各家能放下隔阂，好好维系家庭和睦。张阿婆的女儿忍不住落下眼泪，满心感激我的理解与包容。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轻声安抚：谁都有难处，尽力就好，不用过分苛责自己。李阿公的儿子也上前弯腰道谢，感念我的大度，承诺往后一定会好好劝导长辈，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。我婉拒了所有补偿的提议，我做公益本就不求回报，只求问心无愧。简单安抚完一众子女，我没再多停留，转身准备离开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有多看那几位老人一眼，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。说白了，不是我记仇小气，只是跟一群知错不改、顽固偏执的人争辩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道理讲得再透彻，他们不愿醒悟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就在我抬脚要走的时候，王阿婆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语气依旧尖锐刻薄：小张，你别走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脚步未停，没有回头，只淡淡回了一句：我没有记恨，也没必要给任何人说法，我们之间本就没什么可多说的。走出居委会大门，身后的争吵、哭闹与怒骂依旧清晰，阳光落在身上，微风轻轻吹过，刚才在屋内积攒的压抑感瞬间消散大半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或许会有人觉得我不够大度，觉得不该跟年迈的老人计较，但大度从来都不是没有底线的妥协，更不是毫无原则的包容。无心之失可以原谅，知错能改可以包容，但对于刻意伤人、死不悔改的人，我没必要委屈自己去迎合。我拿出手机给助理小刘发了条消息报平安，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复，还说在我家楼下等我，准备了惊喜。带着几分疑惑，我加快脚步往家走，刚到楼下就看见小刘满脸笑意地朝我跑来。老大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快看，网上又炸了。他兴冲冲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语气满是兴奋。我低头看去，瞬间愣在原地。我的账号后台多了海量评论和私信，一条全新的短视频正在飞速发酵，热度暴涨。原来方才我去居委会时，小刘一直等在门外，悄悄拍下了全程，记录下我温柔安抚无辜子女、无视恶意老人的全过程。视频文案三观端正，句句贴合现实。短短1小时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数据一路飙升。评论区里清一色都是理解与夸赞，没有半句恶言。所有人都在认可我的清醒通透，夸赞我善良有锋芒，处事有分寸，不卑不亢。一条条温暖的评论看下来，积压在心底许久的委屈与不甘慢慢烟消云散。小刘在一旁笑着跟我分享网友的看法，替我打抱不平，也为我收获的认可感到开心。我笑着道谢，多亏了他让更多人看到事情的全貌，也让我走出了负面情绪。一路上，小刘还在不停跟我说着网上的风向与大家的支持。回到家中，我翻看私信，满屏都是粉丝的安慰、鼓励与暖心问候。从来没想过单纯的善意之举能收获这么多陌生人的理解与偏爱，这份认可就是最好的慰藉。没过多久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牛主任打来的电话，言语里满是欣慰与赞赏。不光看清了整件事的始末，也刷到了网上的视频。他连连夸赞我处事通透，守住底线，温柔且有原则，还跟我说社区不少老人都被打动，打算后续跟着我一起投身公益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真诚道谢，简单交谈几句后挂断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回想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从热心做公益被恶意污蔑，深陷舆论风波，到真相大白逆风翻盘，再到平和化解后续矛盾。一路走来，有委屈有愤怒，但更多的是被善意包裹的温暖与欣慰。就算往后还会遇到蛮不讲理、忘恩负义的人，我也不会轻易改变初心，守住善良，握紧底线，清醒自持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足够了。网上的真相彻底发酵3天后，小区里的风向也彻底变了。这天傍晚，夕阳把小区的健身区染成暖金色，往常最热闹的地方，今天却透着一股诡异的冷清。王阿婆拎着菜篮子，刚走到广场舞集合点，就感觉四面八方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。她习惯性的往老姐妹堆里凑，往常围着她说笑的张阿婆、李阿公，一看见她过来，立刻像躲瘟神似的散开。王阿婆僵在原地，强撑着面子喊老张、老李，今儿不跳舞了。张阿婆头都没回，压低声音跟身边人抱怨，可别跟她沾边了，上次就是她带头闹，害得咱们全小区跟着丢人。我家闺女都骂我糊涂，人家小张年年贴钱给咱们体检，咱们不感恩就算了，还跟着他一起污蔑好人，现在全小区都在背后戳脊梁骨，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搁。旁边几个平时和王阿婆关系不错的老人也纷纷附和，句句都是埋怨。王阿婆的脸从通红变成惨白，再到铁青，她想反驳，却一句话都说不
出来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是自己贪心无理取闹，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。往日围在他身边的姐妹，如今个个避之不及。楼下乘凉的邻居看见他过来就立刻闭嘴，眼神里全是鄙夷。他成了小区里最孤独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被指指点点。昔日的热闹与簇拥荡然无存，他孤零零地站在健身区中央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工作室里却是一派暖意融融的景象。助理小刘捧着手机，高兴地走过来：“老大，快看，本地媒体、公益协会全都转发了咱们的澄清视频，还点名表扬你了。”我接过手机，微笑着看着媒体的报道，就连公益协会都发来了合作邀约，邀请和我联合开展社区老人公益体检、健康科普等活动，让更多老人受益。紧接着，手机又接连响起，是好几家社区居委会、街道办打来的电话，全都真诚邀请我明年把公益体检带到他们社区，愿意全力配合场地、人员组织。小刘看着一条条合作信息，笑着说：“老大，咱们的公益体检明年能覆盖更多社区了，而且再也不会有人乱嚼舌根了。”我看着屏幕上的认可与邀约，心里暖暖的，然后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这世间最公平的，从来都是公道与人心。”